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行分为6个层次。第一层叫无明，无明是最痛苦的状态，一切福祸都靠运气，万般不由己。第二层叫逻辑，逻辑混乱的人一生纠结与痛苦，是非难分，唯有提升逻辑才能拥有能力。第三层是智慧，智慧的大门打开了，心中才会升起爱与希望。第4层是性空，到了这个层次的人开始抛却执念，接受真理，拥有了心想事成的能力。第5层是慈悲，慈是链接，悲是根本。慈悲是因为你理解了众生皆苦。第6层是空性，空性即是无我修行。到空性的人不惊不惧不畏，守护真理，最终功德圆满。佛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句来自心经的经典语录，道出了佛教智慧的核心空。什么是空？是虚无，不存在，还是某种超越我们认知的真实？佛教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表象并非如我们所感知的那样真实存在，而是因缘和合的显现。为什么空会成为佛教的核心概念？它又如何让我们看清生活的本质，找到内心的平静？今天我们将揭开空的真相，探讨它为何被视为佛教智慧的至高境界，以及它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在世界诸多宗教和哲学体系中，唯有佛教将空作为智慧的核心。不仅如此，佛教还被称为空门，常言4大皆空。这看似遥远又深奥的概念，究竟隐藏着什么真理？与其他宗教不同，佛教并不追求一个永恒的天堂，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全能神作为信仰的中心。它的重点在于觉悟，是要看清世界的本质，而空正是佛教对世界本质的最深刻概括。佛教认为，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现象，包括形形色色的物质，复杂多样的关系，甚至我们自己的存在，都并非如表面那样真实。世界的本质其实是空，这里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更不是虚无主义，相反，它是一种超越我们日常认知的真实状态。佛教用空来描述万事万物的本质，意在让我们跳脱对表象的执着，认识到一切现象皆是因缘和合，短暂显现。换句话说，空不是否定事物的存在，而是揭示它们并非独立、自足或永恒存在的真相。为什么空是佛教的核心？这是因为空不仅仅是对世界哲学的诠释，更是佛教修行的终极目标。从佛教的角度看，修行的意义在于通过智慧与觉悟超越执念，达到内心的平静与自由。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认识到空的真相。比如有些佛教徒修行念佛，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即便进入极乐世界，这仍然不是修行的终点，而是一个继续学习和修行的地方。最终他们依然要参透空，从而超越生死轮回。相比之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将天堂视为永恒的归宿，是终极目标，而佛教却强调所有的修行和追求最终都要回归到对空的觉悟。这是佛教在哲学上的独特之处，也是它与其他宗教的最大区别。那么空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去理解它？为什么它不仅是佛教智慧的核心，也是我们面对生活时可以运用的力量？在古印度，摩揭陀国有个阿舍氏王子，虽天资聪颖，却对佛陀所说的空性深感困惑。他眼见花开花落，日升月沉，万物如此真实，又怎能为空？一次在鹿野苑菩提树下，王子再次向佛陀求教，佛陀未直接作答，而是以一滴露水为引，缓缓道出空性的真谛。阿都氏王子恭敬地向佛陀行礼，语气中带着一丝疑惑：师尊，弟子一直参悟您所说的空性，却始终不得其解。我眼见着菩提树枝繁叶茂，又怎能说它是空的？这世间万物明明真实存在，空性究竟作何解？佛陀慈祥地看着王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他并未直接回答，而是缓缓抬起手，接住一片菩提叶上滚落的一滴露珠。王子，你且看这滴露水。佛陀轻声说道，声音平静而有力。王子仔细端详着佛陀手中的露珠，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这露水又有何玄机？王子不解地问道。佛陀指着露珠说道，这滴露水看似微小，却蕴藏着大千世界的奥秘，你可知它的来处？王子摇了摇头，弟子不知。这露珠从叶间滑落，难道不是一直都在这里吗？佛陀笑着摇了摇头，它或许来自遥远的高山积雪，也或许来自浩瀚的海洋，曾经是空中的云，也曾经是山涧的溪流，如今又落于这叶片之上。它没有固定的形体，也没有永恒的本质。你说它是真实存在，还是虚无缥缈呢？一位跟随佛陀多年的比丘迦摄尊者接过话头说道，正如世尊所说，这露珠看似独立，却是由无数因缘和合而成。阳光的照耀，空气的湿度，叶片的角度，缺一不可。若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这露珠便无法形成。正是如此，佛陀赞许地点了点头，这便是空性的第一重含义。因缘和合，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生，也因因缘离散而灭。它们没有独立的永恒的本体，就像这滴露珠，看似真实，却不断变化，时而存在，时而消散。王子听着佛陀的解释，若有所思。
他皱着眉头再次问道：世尊，因缘和合弟子略懂一二，但万物既然真实存在，又如何能说得它空呢？弟子心中仍有困惑。佛陀微微一笑，将露珠轻轻放在一片宽大的菩提叶上。王子，你仔细看看这滴露珠，它与刚才又有何不同？王子仔细观察着，片刻后惊奇地发现露珠在叶片上微微颤动，如同一个微缩的小世界。世尊，我看到这露珠中竟然有许多微小的生灵，它们在其中游动，似乎在繁衍生息。佛陀点了点头。王子，你所见不假，这滴露珠虽然微小，却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微观世界。这些微小的生灵依赖于露珠而存在，而露珠也因它们的存在而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它们之间彼此依赖，相互依存，没有谁能独立存在。难道这便是空性的另一层含义？王子有些激动地问道。佛陀温和地看着王子，缓缓说道：正是如此，这滴露珠它既是独立的个体，由于这些微小的生灵相互依存，它们彼此影响，互相依赖，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就是空性的第二层含义，相互依存。世间万物皆如此，没有什么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王子似有所悟，但心中仍有疑惑。他再次问道：世尊，您说万法因缘和合，相互依存，弟子渐渐明白了，但为何又说万法皆空呢？难道这世间的一切都是虚无吗？那我们努力修行又有何意义？佛陀看着王子，眼神中充满了慈悲。他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再次举起手中的菩提叶，上面依然承载着那滴露水。王子，你再仔细看看这滴露水，从开始到现在，它发生了哪些变化？王子仔细观察片刻之后说道：世尊，这露水刚才晶莹剔透，现在似乎变得有些浑浊，而且似乎比刚才小了一些。佛陀笑着点了点头。这滴露水从出现到消散，它的形态不断变化，从未停止。它既可以以露珠的形态存在，也可以蒸发成水汽，甚至最终化为乌有。这说明什么？王子陷入沉思，他望着菩提树叶上那滴正在慢慢消失的露水，似乎明白了什么。佛陀看着陷入沉思的王子，缓缓说道：王子，这便是空性的第三层含义，无常变化。世间万物皆处于无常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就像这滴露珠，它经历了从凝聚到消散的过程，没有任何一种形态是固定不变的。花开花落，日升月沉，人有生老病死，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这便是无常。王子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世尊，无常岂不是意味着一切终将消亡？如此岂不是徒增伤感？佛陀微微一笑，语气平和地说道：王子，
无常并非消极的象征，反而是生命活力的源泉。正因为无常，事物才得以发展变化，才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若一切都固定不变，世界将会是何等枯燥乏味。就像这滴露珠，正因为它能不断变化，才能以各种形态存在，滋养万物。若它永远固定在叶片上，又怎能完成水的循环，滋润大地呢？正因为有生老病死，我们才会珍惜当下，才会更加精进修行。一位年长的比丘舍利弗尊者接过话头说道：世尊所言极是，世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执着于那些会变化的无常的事物。他们希望青春永驻，希望财富永恒，希望爱情永不改变，但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当执着的事物发生变化时，他们便会感到痛苦和失落。佛陀点头赞许道：舍利弗所言极是，执着于我，执着于我所拥有，便会产生痛苦。我是由五蕴合合而成，并非永恒不变。我所拥有的财富名利也如过眼云烟，终将消散。只有认识到无常的真相，才能放下执着，获得真正的自在。王子听到这里，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略带急切地问道：世尊，如此说来，空性并非虚无缥缈，而是指世间万物因缘和合，相互依存，无常变化的本质。弟子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佛陀笑着点头：王子，你的理解是对的。空性并非指事物不存在，而是指事物没有独立的永恒的本质，它们因缘而生，因缘而灭，不断变化，这就是空性的真谛。王子若有所思，他回忆起自己过去的经历。他曾执着于王子的身份，执着于权力带来的荣耀，为此而感到骄傲和满足。但当他看到那些失势的王子，那些落败的国王时，他心中也曾有过深深的恐惧和不安。佛陀似乎看穿了王子的心思，慈祥地说道：王子，你是否想到了你自己的经历？无论是王位还是权势，一如这滴露珠，都是无常的，无法长久拥有。如果执着于此，只会为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王子听完佛陀的开示，内心豁然开朗，他深深地向佛陀鞠了一躬，诚恳地说道：世尊，弟子终于明白了空性的真谛。这滴露水虽然微小，却蕴含着宇宙的奥秘。感谢世尊的教诲，弟子定当谨记于心，精进修行。佛陀微微一笑说道：善哉善哉，王子，你能领悟到空性的真谛，实属难得。希望你将此智慧运用到生活中，为自己，为他人带来幸福和安乐。阳光透过菩提树叶洒在佛陀和王子的身上，他们脸上的笑容如同清晨的露珠般晶莹剔透，也如夜晚的星光般灿烂辉煌。
这关于空性的对话不仅照亮了阿舍氏王子的内心，也为后世的修行者指明了方向。在这个人心浮躁、资讯繁杂的时代，我们时常感到焦虑、匮乏和痛苦。如果你也正为此所困扰，那么请务必留意接下来的内容。我将分享3个方法，助你开启空性智慧，让你的人生从此丰盛自在、喜悦富足。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人心浮躁，世事难测，各种纷扰的观念和能量不断冲击着我们的灵魂，削弱着我们的能量和能力。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行，提升空性的能力，而打开心性光明就离不开空性智慧。空性并不是一无所有，它恰恰是宇宙万物真实的本体。那么如何理解空性呢？让我通过3个例子来为大家揭示其真谛。首先，从宏观角度来看，空性意味着我们要具备整体观看的能力。想象一下，桌子上有一个杯子、一把壶和一台电脑，这是一个整体。然而，当我们只关注杯子时，就忽略了壶和电脑的存在。同样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只关注眼前的事物，忽略了周围的一切。这种执着于局部的做法，让我们失去了对整体的把握。其次，空性还意味着我们要消除对立。例如，这个房间是这栋楼的一部分，这栋楼又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又属于地球，地球又处于太阳系中，如此层层递进，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整体。当我们能够将自己和这些元素融为一体时，就不再存在对立。这种融入一体的感觉，让我们感受到宇宙的广阔与和谐。要学会用我们来表达，无论和谁交流，都尽量使用我们这个词，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共同体和一体化的思想。当你用我们来称呼自己和他人时，就意味着我们和他们是一体的，不存在对立和分离。而在现实中，却常常陷入你你我我的境地。比如，你拿了我的东西，你抢了我的客户，这些对立的想法常常占据我们的头脑。然而，如果转变思维，用我们来替代你和我，比如，这是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的房子，这是我们的事业，那么对立感就会立刻消失。成功的人擅长使用我们或咱们这样的词汇，因为他们懂得通过语言将彼此绑在一起，从而更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也更容易取得成功。当我们在异国他乡时，自然会把家乡人看作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感让我们感到亲近和团结。你空性的程度其实取决于你把什么当作整体，你的整体观念越大，你的境界就会越高，你的格局也会自然变得更大。就像我之前的影片中所说的发愿一样，你发愿利益他人，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和他人看作一个整体，利益他人最终也会利益到你自己。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与圣人一样的境界中，
那么圣人以宇宙法界为身体，宇宙法界中的一切也就都是你和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能理解这个环节，你会发现自己的格局瞬间变得宽广起来。接下来让我们从个体微观的角度来看待空性。你能不能尝试不带任何概念的看待任何事物呢？比如你面前有一个白色的杯子，如果你没有白色这个概念，它只是一个自然的显现，你不会去评判它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如果你能达到这种概念，那就是空性的体现。当然，要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但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是不是因为一旦我们有了概念，就会有烦恼和束缚。比如当我们有了漂亮这个概念，就会因为比较而产生嫉妒和烦恼。从婴儿的角度来看，他们看待事物时是没有概念的，一切都是最自然的显现，他们不会区分这是苹果还是香蕉，因为这些概念是后来我们才学到的，是有人告诉我们这是苹果，这是红苹果，这是青苹果，并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所以一旦我们有了概念，我们的看法和态度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这个杯子，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杯子，我们用它来喝水也不会觉得奇怪。但如果我告诉你这是唐朝的杯子，你可能就会开始对它产生敬畏和评判，觉得我不应该用它来喝水。这就是概念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一旦你心中有了概念，你就难以达到真正的空性，烦恼也会随之而来。人们会因观念不同而争吵、辩论。庄子的齐物论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齐物就是齐一万物，消除对事物的偏见和评论，去除概念。当我们能够摒弃一切概念，自然就会获得解脱。这就是空性的第二个层面。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第三个层面，是否可以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梦幻泡影。那么什么是梦幻泡影呢？比如闪电，它一闪而过，然后就消失了，整个过程只是一个显现。在闪电出现之前，天空是宁静的，闪电过后又恢复了虚空。其实它并没有留下任何实在的东西，只是成为了我们记忆中的一段影像。同样，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无论是能触摸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最终都会变成我们的一段记忆。大家仔细想一想，人生中的哪些东西不是如此一闪而过的？只不过它们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同罢了。人的生命几十年如白驹过隙，一栋楼房100年后也可能被拆除。甚至你做的那个黄粱美梦，梦中的种种经历，醒来后也只是一场空。所以当你看待一切事物都有这种如梦如幻的感觉时，你就开始接近空性的境界了。有人骂你，骂完了声音也就消失了，如同闪电一般。我们所执着的一切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它们就像影像一样一闪即逝。当我们心灵的境界提升后，
看待问题的角度就会完全不同。就像站在1楼看世界和站在100层看世界，视角和感受是截然不同的。这些就是关于空性的3个层面，可能对于初次接触的朋友来说有些深奥。其实从另一个更简单的角度来理解，空性也是一种放下的能力，放下错误的认知，放下对现有观念的执着，放下情绪，放下期待，放下贪念，对自己有全然的觉知。这样或许你会对空性有更清晰的认识。讲完空性后，我们再进一步探讨能量的层面。无论是人生的旅程，还是做任何事情的过程，其实都是意识能量的收放过程。当一个人运气好的时候，他往往能够更容易的成功，因为此时他内在的能量是充足的。我们的能量主要在产生念头、起心动念和支配行动时消耗。每当我们发出一个意念或采取行动，背后都是能量的消耗在支撑。因此我们常强调内心的清净与纯净，这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空性的状态。空性是觉醒与开悟的修炼过程，它要求我们减少不必要的起心动念和期待，从而节省能量的消耗。简而言之，修行就是不断积蓄意能并减少能量消耗的过程。这涉及去除私心杂念，从局限于小我的视角逐渐扩展至大我，并最终融入无我的境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化解并清理思想中的负面因素，使身体逐渐变得轻松，直至我们的能量与宇宙的高能量达到同频共振。正如老子所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我们的人生并非物质的盛宴，而是灵魂的修炼。从能量的角度来看，人的能量主要由体能、智能和意能3部分组成，其中意能如同树根，智能如树干，而体能则是树的枝叶。提升能量意味着增强这3方面的能力。在人体中，血管负责输送物质，经络传递气场能量，而神经则负责信息的传递。我们之所以生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络这条能量传递的通道受阻。究其根源，往往是内心存在障碍和堵塞。心有一处不通，身体便会有相应的经络受阻。《黄帝内经》中提到，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不仅掌管信息，而信息与能量是紧密相连的，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当能量通道受阻时，我们需要从信息源头进行调整。每个人的痛苦背后都隐藏着与之对应的负面情感或行为，只有当心中的负面因素被清除，痛苦才可能得到缓解。贪嗔痴慢疑等都是污染我们内心清净的元凶。为了解除身体的病痛，我们首先要保持一颗清净的心，并通过提升自控和影响他人的意能来维护身心的清净与和谐。那么如何获取意识能量呢？
除了饮食，我们还可以通过达到空性的状态来获取能量。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玄妙，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保持虚静的心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能够与自然界的能量相融合，随时吸收其精华。当我们静下心来，身体放松，不再对抗外界，我们还可以减少能量的消耗。只有清除内心的杂念，保持内在的虚空，我们才能真正从宇宙中吸收能量。而我们所吸收的能量类型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内心状态和意识导向。这就是同气相求，物以类聚的道理。空性追求的是无为、无事、无争的境界，它要求我们遵循大道而行。道德经为我们指明了修行的道路，为无为，是无事；为无畏，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这是什么意思呢？为无为是说要以无为的态度去作为，将其应用到社会事务中，就是要我们顺应自然，不过度干预，让事物按照其本身的规律发展。是无事，则是希望我们能从客观实际出发，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去办事，不要强加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是要在条件成熟时，顺其自然地达成目标。当理想的结果实现后，就应当适可而止，不贪求更多。在老子眼中，真正的圣人不会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发号施令，强制推行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为无为，则是用生活中的常识做比喻，告诉我们五味其实蕴含于无为之中。就像最高级的美食家能够在不加任何调味品的食物中品味到滋味的丰满，同样，如果我们以无为之心去品味生活，就能获得更加丰富的感受。这种无为之心使我们对待得失、宠辱、贵贱都能保持平常心，无畏无惧，内心变得异常强大。因此，我们应该在无为中品味人生，不要总是期待一开始就拥有所有的滋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这句话告诫我们要超越情绪的束缚，以清醒、理智的态度看待世间万物。情绪化的判断往往带有主观色彩，对人对己都不公平。当我们沉浸在情绪中观察他人时，很容易产生迷惑和痛苦，难以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因此，最理想的做法是抛弃执念，接受真理，通过追求空性，达到性空的境界。一旦实现性空，我们就能洞察事物中别人无法看到的虚空之处，使负面能量无处遁形。若我们能以德报怨，始终保持积极正面的心态，就能拥有高达80%的正向能量，使人生更加积极向上。当我们心怀欢喜、慈悲和包容时，就能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世界，打开智慧之门。此时，我们获得的能量将超乎想象，
那些沉溺于情绪中的人，往往难以客观认知自己与他人，他们可能会因为看到别人身上的某些优点而过度欣赏，却忽视了缺点，而当别人犯错时，又会带着情绪放大缺点，忽略优点。这样的态度对他人并不公平，也可能让他人更加迷失自我。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的公平客观判断，可能只是情绪陷阱的产物。当我们心怀善念时，会获得无限的能量，而内心充满怨恨、恐惧等负面情绪时，能量会迅速流失，加速衰老。一个心不静，总是冤冤相报的人是无法达到空性境界的，也不可能拥有大智慧。一个人的能量大小与其心量成正比，心量越大，吸取的能量就越多，能力也就越强。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付出能量代价。了解这个秘密，我们就能明白如何保持身体健康，消除疾病。空性是一种能力，一个过程，通过它，我们可以达到性空的生命高智慧境界。当人能够空性时，就能充满正能量，真正实现天人合一。所有的经典都在探讨一个问题，所有的方法都指向一个方向：提高人体自身能量，实现返凡成圣。当我们明白了空的真实含义，就能跳脱出对表象的执着，学会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问题。比如，当面对挫折或失去时，我们会发现，那些让我们痛苦的情绪，其实也是由多种条件组合而成，既不会永恒，也不必完全真实。理解空并不是让我们否定生活，而是帮助我们以更智慧的方式去面对生活。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何用空的智慧解读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以及它如何成为我们走向平静与自由的钥匙。佛教认为，真正的智慧在于超越表象，认识到一切现象的空性，而这种认识并非让我们远离生活，而是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得更自在、更平和。现代生活中，许多痛苦和压力都源于执念，我们对事业的成败、感情的得失，甚至对自己形象的在意，常常让人陷入焦虑和困惑之中。这些情绪表面上看似不可避免，但从佛教的空来看，实际上都是对事物的错误执着。所谓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执着于现象，学会用智慧看透它们背后的本质。举个例子，当你在职场上遭遇失败时，可能会感到深深的自我否定，甚至陷入无尽的懊悔之中。然而从空的角度来看，失败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实，而是由无数条件构成：时机、资源、他人的决策，甚至你的情绪都可能是其中的因素。明白这一点后，你会发现，失败并非完全归因于自己，也不代表你的价值，它只是众多因缘的暂时聚合。随着条件的变化，
它也会被下一次新的机会所取代。理解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学会放下，对失败释怀，从而更轻松地迎接新的开始。同样，在情感中空的智慧也能让我们更加从容。很多人在感情中容易执着于永恒的爱或完美的伴侣，一旦关系中出现问题，就会感到失落、痛苦，甚至对自己产生怀疑。但如果我们从空的角度出发，就会明白，感情本身是两个人在特定条件下的相遇与连接，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事物。它会随着双方的成长环境的变化而起伏。当我们能以这样的视角看待感情，就不会过于执着于当下的失去，而是学会接受关系的自然变化，同时更珍惜每一个当下。日常生活中的情绪管理同样可以从空中获得启发。比如你感到愤怒时，可能会认为愤怒是由某人或某事直接引起的，但实际上愤怒并不是单一原因的结果，而是由你的期待、经历、外界刺激等多种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认识到这一点，你会发现愤怒并非不可控的情绪，而是可以通过改变认知来化解的反应。比如，当你意识到某人的行为只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局限时，你的愤怒可能会转变为同理心。这种转化的过程正是空的智慧在生活中的实践。最后，空的智慧还教会我们与他人和解。很多人际关系的冲突源于我们对对错的执着，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而对方的行为让自己无法接受。然而，当我们从空的角度看待关系，就会明白彼此的意见、态度都是由各自的经历、观念和当下的情绪所塑造的，并没有绝对的对错。这种认知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包容，更容易体谅他人的行为。空是佛教智慧的核心，它揭示了万事万物的本质，也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指南。当我们真正理解空，就能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人生，超越执念，找到内心的自在与从容。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执着于得失、成败或人际关系中的对错而困扰。然而，佛教告诉我们，所有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的显现，并非独立存在。理解这一点，我们会明白，失败不是永久的，成功也并非永恒，而冲突与烦恼更是因执着而生。放下执念，我们就能解脱内心的束缚，用更加平和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波折。空的智慧还教会我们珍惜当下，明白一切皆是短暂，就会更加懂得享受生命的每一个瞬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执着于目标，而在于如何用心感受每一段经历。追逐路上的努力和成长才是最真实的收获。更重要的是，空让我们重新认识与他人的关系。很多矛盾并非不可化解，而是源于对彼此立场的执着。当我们以空的角度看待问题，
就能更宽容地接纳对方，学会放下争执，用理解和善意建立真正的和谐。空并不让我们远离生活，而是让我们学会与生活和解。它让我们在纷繁复杂中保持清明，在忙碌中找到平静，在平凡中体会深刻的喜悦。当空的智慧融入生命，我们将不再被得失左右，而能以从容的态度面对人生的起伏。理解了空，便是理解了生活的真谛，这才能带给我们内心真正的自由与力量。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激活空性能量。愿你清净无碍，能量充盈，身心自在圆满。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